想到你们这么好的一对鸳鸯，竟然落到如此的地步，真是可惜了。天还亮着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小门。陈长官目前身体很虚弱啊，需要去大医院才能救他的命。但是呢，有个前提，那就是你把东西交给我。开门，开门！检查，快开门！检查，开门！开门，开门！检查，快开门！快点！开门！干嘛干什么？瞧不着跟进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呢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检查！检查！快开门！开门！要检查你这里，知道吗？哎，是。警官。啊，奉命检查。哦，有事进行报告。是，长官。月锦小姐，我们曾经合作过，我当时成全了你。今天呢，我还想再次成全你。你只要把东西交给我，陈长官他就有救了。这知道吗？带我进去。来，走。这店里有多少客人？哎呀，本店已经关闭多时了。为什么呀？唉，经营不善呗。这样，你把大虎在哪告诉我，这件事情就跟你没有任何牵连了。怎么样？带我进去。啊，我拿灯。啊，来，走，跟我走。你不说也罢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陈长官把什么都说了，他托我告诉你，要你把知道的都说了，这样呢，对你们俩都有好处啊。哎，你站住！一共几间房啊？8间。陈长官是党国的精英，那完全是我们的宝贝啊！特别是蒋委员长，啊，你们不信他啊？陈长官完全有能力包里不受杀身之祸啊！别动！如果你不把你知道的东西交给我们，那陈长官他是必死无疑啊！好吧，那就让他死吧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是我的敌人。跪下！孙磊，你这个王八犊子，你就不听老人言？你看，
谭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来找你们。那你们下手也太狠了，太重了。哇！报告。来，前营3营报告，共军小分队化整为零溃退，有迹象表明大部分朝仙人渡方向流窜。楚长官意向是穷追不舍，如果让共军逃进山里，那我们就很难掌控了。要想知道狼的真面目，就要先把老虎抓住。明白了。命令和1营和3营马不停蹄，迅速咬住共军小分队，哪怕抓到1个活口，也要有所收获。是。哎呦喂啊！王占斌师长虽说身体不适，但咱们这边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不会不闻外边枪炮声，只在卧榻成一统吧？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的质询。你说，教导员来过这里吗？来过，还得是打过一仗。你看，这些子弹都是用小分队的枪打的，这坡上到处都是。那他们现在会去哪儿呢？跟着这些灰狗子，就能找到他们。鸭子，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像红军连长了。什么叫像啊？我本来就是。严肃点，听我指挥。是。出发。除了柯科长，大海还有4型，伤人全在这儿了。有谁受伤没有？老五的脚崴了，我的肩膀挨了一枪，已经处理好了。哦，还有没有？没了，没有了。这次突围，我们没有减员是件大好事，我们的战斗力还在。你搀着老五，你的肩膀不要进入水。我们上山，走，走。看来敌人刚才追踪的路线是根据我们刚才引诱的，他们没往仙人渡方向去。柯科长，柯科长，怎么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找个地方休息，明天早点出发。思琪，有景电是。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做啊！1分为2等，这步棋走得险呐。肯定是你的主意吧？杨振宁对这个方案的决心啊，比我还大。要不是出了个柯富明，也不至于。柯富明的出现，给杨振宁他们增加了危险，他还得跟他们斗智。我现在已经后悔了，老杨他们已经跳进狼窝了。我要是早知道张月林和俘虏在食堂，那也就……敌占区情况那么复杂，兵行险招并非不可行啊。往往是赌赢了，就是胜招。哎，谭主任，我还没顾得上问您呢，您怎么来了？如果顺利，5天你们就应该出现在中央总部。可迟迟没有你们的消息，就知道遇上麻烦了。
部就直接找到我，要求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完成这项任务。您说的不惜任何代价，也包括我们小分队所有人的生命吗？可以这么理解，其中也包括我。湘江这一战，蒋介石喊出了力求全歼、勿容匪寇再度生根的口号。为了突破湘江，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你都亲眼看见了。不是我们过了湘江就万事大吉了。贵州的王家烈、湖南的何键，都对我们虎视眈眈。走错一步，咱们中央红军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。陈君岩身上带有中央军围剿我们的全部部署和他们的通讯密码。一旦这些部署和密码在我们手里，那我们就可以掌握主动，为中央军委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依据。所以说，这关系到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。这个我明白，但是我们只要把他身上的文件和密码拿到就行了，有必要把这个人完好无损地带回去吗？陈君岩这个人，黄埔毕业，留学德国，他不但参与了整个中央军通讯密码的研制，他本人还是个密码破译专家。你想，总统特使身携通讯密码被我军劫持，那敌人完全可以将密码废除，启用备用密码。但陈君岩是可以破译密码的人，你说此人是不是很重要啊？是重要，但他毕竟是敌人，他能配合我们吗？这就是我为什么亲自过江来的原因。按说，张岳林小分队和你们小分队分别的任务是劫持和押解，并没有非要对陈君岩进行策反的要求。但是，在这种前后围追堵截的情况下，俘虏被逼着跑、拖着跑，甚至逃跑，都会给押解带来困难。如果我们能够解开他捆住的双脚，让他变成主动跑，我要跑，甚至帮着跑，那样对完成任务就有了更大的把握。就是提前策反呗。对，我来就是要找到你们，找到张岳林，完成对陈君岩提前策反。这里面关键人物张岳林，当然关键了。他要是不劫这个人，我们就没必要过江了。这次总部给34师下达任务时，指明由张岳林来完成。张岳林是34师的特务连连长，黄埔女生，能打善战，外号张疯子。这种事儿不由他张疯子来做，谁能办得到啊？啊？不全是因为他能打善战，而是张岳林和陈君岩8年前是恋人。恋人？他俩同为黄埔武汉分校同学。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，张岳林被捕，两人由此分别。后来，组织营救张岳林去了井冈山，南京政府派陈君岩去了德国，一别8年。如今，一个是红军连长，一个是中央军专家，嘿，有意思吧？总部就是因为他们俩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背景，才指定由张岳林来劫持陈君岩。我说呢，陈君岩受了伤，张岳林背着他有情可原，他得把他弄过江去，这是他的任务。张岳林受了伤，陈君岩还背着他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有这样情况？那说明张岳林这层关系起作用了。还真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，要不然这次的任务啊，早就……真是够巧的呀！啊，无巧不成书嘛。你们还不是啊？我这刚把打听你们消息的交通员撒出去，
你们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谭主任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说不定陈俊言明天就被送回南京了，张月林也随时有遇难的危险啊。时间不等人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有一个人，我们可以争取到他，那对我们整个的营救和任务的完成都会有帮助。谁呀？你今天见到过的？贵军44师守备团团长傅彤。他？此人曾经是第3党人。第3党人在桂系军中人数不少，一直是与桂系中亲蒋势力博弈的一股力量。如果傅彤没有生变，冒险争取他，不失为一个上策。来之前我就想到了这一点，还做了点准备。您准备怎么争取啊？据交通站的同志介绍，第3党人在食堂也有联络点，就在石桶街的聚贤楼。明天我要在那儿请他吃酒。这可是有风险的。我说过，要不惜代价。明白。明天一早我就去踩点。谭主任的出现，犹如在深沉暗夜之中，在雷武龙的眼前亮起了一盏明灯。但是谭主任透露的消息，却又使雷武龙大吃一惊。张月林和俘虏陈俊言的关系是雷武龙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原来看似简单的接应任务，却还有这样许多玄机。由此可见，红军总部指挥员的高瞻远瞩。走了啊！哎，检查。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走。小声点啊！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别动！
慢走。哎，两位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两位，你们请。哟，两位老板早啊！两位老板是吃茶还是吃早餐啊？吃早餐门外的摊位，我这可以外叫。不知道老板要吃什么茶？来3壶三凤崖的黑茶。哦，三凤崖的茶子好，不知道老板吃不吃得习惯。我就是冲着这三凤崖的黑茶来的。好大的度量，能吃3壶？一个人喝不了，还有3位朋友。哦，原来是三爷介绍来的，贵客。来，带2位老板到楼上的雅间。2位老板请。临街靠窗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2位请，茶马上就来。来人，告诉副探长。大海，来了。哎，快，抓紧时间赶路，花儿着凉了。这位老板，你这是？掌柜的，我这2个伙计在这儿定了座。哦，对对对，你的朋友在楼上的雅间啊，楼上请。好，请老板请。觉得这个还可以，要不买个？团座，聚仙楼来客了。哦，什么客？是三爷介绍来的，话全对上了。3爷的人这个时候来吃茶，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？我马上去调人，不要搞得兴师动众，扫了聚仙的雅兴。明白。要么静贤，你先忙，然后我在街上转转，一会儿去找你。也好，你陪着夫人。是。整理啊。一会儿去找你。好。谭主任，看您这架势，还真是挺像老茶客的。南昌起义之前，我在军部，叶挺将军经常请我们吃茶。后来一路征战，就没了这个雅兴。但愿我还像那么回事啊！反正我是喝不了茶，更别说品了。哎，老伙这要干什么呀？他这是干嘛呀？还准备拿炮轰这儿？这老家伙怎么天天装神弄鬼？副通到了。他就带1个警卫，你看看后面吧。2个班的人。
这是人家的地盘，还不行人多一点啊？几个人？3个人。3个？不会是那3个人吧？如果是，那不更好吗？省得我满城找。用我口令。1930年8月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3大政策，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，后改名称中华革命党，也就是国民党、共产党之外的第3党。先生找我，冒昧求见，还望副团长海涵。请坐。请问先生尊姓啊？免贵姓谭，名洪亮。谭先生，3爷可好？还老样子。我这有封他给您的信。王爷，辛苦辛苦。谭先生胆量可嘉呀！这样的时局，竟然敢闯虎狼之窝，实在是令我刮目相看。我斗胆前来，实属无奈啊。要说胆量，还真不能跟你副团长相比。31年，你只身独闯租界，击毙数人，在百名巡捕追击之下，成功掩护邓演达先生脱身，那才是虎狼之窝，尽显孤胆英豪。相比之下，我谭某只是在此品茶说客，实在谈不上胆量2字。副团长不要见怪，我们为交友而来，没有丝毫威胁之意。之所以了解你的历史，是为了更好的交友。没有共同语言，很难坐到一起。所谓话不投机，半句多。第3党虽与我党在某些问题上存有分歧，但是在反蒋上，我们是一致的。虽然邓演达先生遇害南京，使你们第3党人受到打击，一部分人投靠了蒋介石，但仍然有大部分还继续坚持邓先生的思想，在隐蔽的环境下与蒋斗争。你怎么能肯定我就是后一种人呢？哎，两位，在路上看嘛，来这边请。来，请。老实说，我今天来见你，不是没有顾虑。你副团长自邓公离去以后，心灰意冷，辗转于两广，
后来被桂系王占斌师长收留。他爱你之才，晓你之勇，赐予你守备团团长之要职，还亲自为你主婚摆宴，可见他收你为心腹之人。如果你说我来找你是出于胆量，不如说是想来见证，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在邓公身边能冒死护卫、肝胆相照之人，在邓公碧血未寒短短3年之时，就彻底背离初衷，放弃理想，忘记了邓公的遗训。我不相信，所以我来了。你们是胆量可嘉，你们应该清楚，坐在这个地方是逃不出去的。我当然清楚，食堂是你副团长的天下嘛，取我们3人首级，你易如反掌。你可以叫你手下的人上来了。来人！是。来人，给我上！下了他们的枪！我们不逃，也不会反抗，全当我交友不慎。撤！父某一向敬佩有胆有识之人。别的先不说，父同愿交其友。好，副团长，来，我们先以茶代酒。以茶代酒。啊，这2位我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昨天已经打过交道。我全程戒严找了你们1个晚上，你们居然跑到这儿喝上茶了啊！来，谢副团长，来。你们要我做什么？协助我们救出张岳霖，带走陈俊彦。小队长，影子怎么说？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共军小分队的控制。影子和柯富民最后的联系是在查潘坳的一个山坡上，只见标记，不见情报。树上有一个挖好的洞，但里边是空的。你看什么呢？没有尾随吧？没有，就算有尾随也没什么。我正好是进山之前把他们都突突。
我们可不能大意啊！如果让敌人跟到这儿来，很快他们就能判断出我们小分队就在仙人渡。大海啊，咱们是不是先绕个弯子，别直接从这上山？不用，敌人现在正在查盘坳的山口上，围着树上的红布条转悠呢。大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拿枪对着我干什么？你装什么蒜呢你？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红布条？你一大早把红布条挂在树尖上，你有没看见呢？还问我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大海，大海呀！看你人长得挺粗的，心眼还挺细的啊！你看见我挂红布条了？本来我还想把你叫起来，给我一块帮忙呢，后来看你睡得那么死，我就没忍心叫你。切！好吧，我跟你实话实说吧。为了提防我们小分队出内奸，李营长和老杨啊，故意炒饭，然后分成2条线，分别去寻找张月林和那个俘虏。这个你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哦，还行还行，保密工作做得还不错。哎，这也是后来在路上老杨跟我说的。大海啊，我看你还是个忠诚的革命同志，我再给你透露一点消息：老杨代表党组织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，让我负责这一路上留下我们小分队行进的标记。这样做是为了让雷营长方面找到我们。你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！我是说这么做是为了让雷营长能够找到我们行进的标记。大海，这些话本来我都不应该说的，啊！我现在已经违反纪律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不都是为了让你别产生误会吗？明白吗？所以，这件事儿啊，你知道就行了，啊！见了老杨嘛，也不要问他，走吧。大海啊，其实你盯着我好多次，我都知道。我跟老杨提过好几次，我跟他说，这大海同志嘛，还是一个很可靠的同志，干脆把什么事情都跟他说了算。可是老杨没同意。我一想，老杨这么说也对啊，咱们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如果什么事情都往外说，是容易出问题。所以呢，你也不，熊大海。我刚才跟你解释这么多了，你怎么还拿枪冲着我呀？不放手我！我们和雷武龙分手，就是因为他。既然他已经现原形了，干嘛要把他突突了？现在还不到时候。是时候了，不会让你再带着大刀郎跟黄鸟跟着上仙人渡了。你这个小同志，这是你放进书缝里的那张纸条，虽然我看不懂，但到了仙人渡，教导员会让你现形，那时候再看看你到底是人还是鬼。思琪，过来，走了。下他的枪，下他枪，下枪，下他的枪！哎这，熊大海，怎么回事？熊大海，你有完没完？哎！啊！我问你，湖里有边现形了吗？你这个叛徒！叛徒？谁是叛徒？他！到底谁是叛徒？你把自己放了！我不是叛徒，我不是，
我不是，你也不是叛徒，他是叛徒，他是叛徒，怎么会朝我开枪？我想放下。好像是在那边，走。朱大海，你疯了你！把自己放开，我们好好谈。